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掌灯静读。跟了他3年，从一无所有到有车有房有存款，我是谁？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职员，连个名分都不配有。他订婚了，新娘不是我，怕我闹事，对我说：“你要懂事。”我很懂事，我知道他们不会幸福。你快看官网，咱们副总要和严氏集团的千金订婚了。真的呀？我前几天还看到严大小姐到咱们集团来了呢。帅哥配美女，这2人真是般配呢。我局促地站在电梯里，听着令我不适的八卦。攥在手里的手机信息不断，不停的提示音告诉我，工作群炸开了锅。最可笑的是，我这个傅君白的正牌女友，却从别人嘴里知道男友要订婚的消息。到了楼层，我像个缩头乌龟一样，飞速跑到工位上，坐着一动不动。我不想去找他，也不敢去。我屏蔽了工作群，拉黑了公司官网，把一切不想看到的信息全部隔绝。只要我看不到、听不到，我和傅君白就会和之前一样。他爱着我，我也非常爱他。我相信这肯定又是傅君白想出来的计划，只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而已。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，直到严韵发了照片给我。我一怔，颤抖的手指险些没抓住手机。图片里，傅君白满是柔情地抱着严韵，他们一同躺在床上，一丝未挂。我的眼泪没绷住，看着浓情蜜意的2人，我只敢躲在工位上释放我的情绪。君白说这辈子非我不娶，他有和你说过这话吗？我劝你识相一点，赶紧从他身边消失。严韵的信息一个接一个，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颤着身子，好不容易点开了和傅君白的聊天界面。我好想问问他，现在他在干什么？可是我退缩了，我怕我会打破表面的平衡。公布订婚的第2天，严韵来公司了，手里还捧着一大束玫瑰花。听人说是傅君白专门从国外空运过来的。公司顶楼都堆满了，他手上那束只是一小束。我无心他们的八卦，只是看着那束鲜红的玫瑰花出了神。傅君白是个孤儿，又瘦又穷。那时候的他兜里几乎没有闲钱，但每次见面都会给我带一朵玫瑰。因为院长妈妈跟他说，女孩子喜欢玫瑰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故意生气，说不喜欢玫瑰了。他吓得立马把手里的玫瑰丢到一旁，胆战心惊地问我，那宝宝喜欢什么？老公现在就去买。他穿着棉袄，双臂把我抱得紧紧的。虽然是冬天，但在他怀里一点都不觉得冷。我扑哧一笑，踮起脚亲了他左脸一口。我觉得这样浪费钱，以后不买了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宝宝喜欢，每天都要买。好吧好吧，我讲不过你。我笑了，又哭了。同一种玫瑰花，不同的人，好像只有我还停在原地，找不到前路。我笑着抹了眼泪，起身去茶水间，想要躲避这场引人注目的秀恩爱现场，但还是没能如我意。严韵早就注意到了我，在我转身的那刻，她当着众人的面叫住我：“路遥，真没想到还能在这碰到你呀！”周围的人一脸八卦样，都没想到总裁未婚妻能认识我这样的小职员。他笑脸盈盈，手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，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到我身旁。这支玫瑰送给你了，就当沾沾喜气。好歹你也是我和君白爱情的见证人，是的吧？他眼底含笑，看我的眼神却丝毫没有温度。反倒是周围的人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，恨不得替我收下那束花。
我不想理他，就算这么多人看着我，也不想装出一副笑脸盈盈的样子。出于教养，我还是礼貌地回了句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玫瑰花过敏。”他挑衅地看我一眼，故作惋惜地看着那束玫瑰：“是吗？怪可惜的，这么好的玫瑰就只能由我独享了。”我懒得和他争，无力地说了句：“严大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”我的目光停留在玫瑰上片刻，不管周围人怎么看，我逃似的出了工位。临近下班，严韵还是没放过我。总监说他指明要我到总裁办公室去汇报工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内心是崩溃的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下意识地拿过手机，点开熟悉的界面。从订婚的消息传出，傅君白没发来一条解释的信息。我不甘心，抓起手机一直上滑界面。绿的，大片的绿色，成片绿色里夹杂着零星的白，而那零星几处白色好像在嘲笑手机的主人。我的眼眶红了，心里闷闷的，有一块石头压得我心痛难忍。姚总监看我这副样子，一下把文件抽了回去。不舒服吗？要不我带你去吧。我想他肯定以为我亲戚来了，身体不舒服。毕竟从我进公司以来，姚总监对我一直很好，但我不想让他为难。我扬起嘴唇，做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。我抽出几张纸，擦了擦流出眼眶的泪，抬头便看到姚总监关切的眼神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要是实在难受，就跟我说一声，我可以帮你请假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。“谢谢您，姚总监，我真的可以。”我拿着文件，一步步走向总裁办公室。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，疼痛难忍。整理好情绪，我推开了门。傅君白坐在办公椅上，正低头看着文件。严韵坐在他怀中，两人依偎在一起，好似一对新婚夫妇。他们一起抬头，审视的目光落在我这个局外人身上。这一刻，我就像个小丑，突然冲进来，打破了他们之间的美好。我停下脚步，局促地站在办公桌前。抬头的那瞬，我才发现他变了很多，从穿着打扮再到眼神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此刻坐在那儿的，仅仅是进公司以来见了没几面的副总傅君白。我定定地看了几秒，很快挪开了目光。严韵是先反应过来，当着我的面在傅君白脸上留下一吻，才慢吞吞地站起身。“陆瑶来了呀，快坐。”他好像变成了我最亲近的人，对我不断的嘘寒问暖。这些虚假的声音萦绕在我耳边，就像一群闹哄哄的蜜蜂，吵得让我头疼。我皱着眉，麻木地被他按在椅子上。双腿仿佛失去了知觉，没有一丝起身反抗的余力。不知怎么的，我手里的文件被严韵抽走，拿给了傅君白。他深情地和严韵说：“辛苦宝宝了。”严韵再善解人意地回一句：“不辛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我突然觉得有点好笑，特意把自己叫上了，就是为了见证他们的幸福吗？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借着他，我猛地站起了身。“傅总还有事吗？”“没事，我就下班了。”我深知这两个人没事找事，只想赶紧交差，赶紧离开。不曾想，严韵是铁了心想要折腾我。“陆瑶，别急呀，这里呢有几份文件，可能需要你今晚加班加点整理出来了。”他指了指办公桌上那一堆文件。我瞥了一眼，是我在公司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。“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我的工作内容，做不了。”我想硬气一次，转身就走，可严韵拉住了我。
他凑到我耳边轻声说：“如果是我未婚夫要求的，你也不做吗？”他笑得人畜无害。说到未婚夫时特意加重，又特意和傅君白眉目传情。顺着他的目光，我看向了傅君白。只不过在看到我时，他的柔情话为了冰冷，没有一丝温度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。我的内心还保留着一丝期待。思考几秒，我选择开口：“傅总，这不是我的工作内容。”所以他直接打断了我的话，走到严韵身边，把她拥入怀中。两人十指交叠，刺眼的婚戒从我眼前闪过，刺伤了我的心。老板娘发话都听不懂了，现在就拿回去做，今晚务必发到我邮箱。此刻我的喉咙失了声，无论怎样都找不回说话的方式。看来我不应该有期待的。抱歉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作为老板，你好像没资格命令我。我再一次反抗，不属于我的，我凭什么要多做？难道你想让我辞退你？现在找个工作有多难，我不说你也知道。别忘了，你已经和你父母断绝关系了。我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他怎么可以说出这种无情的话？他千不该万不该牵扯到父母身上。我和父母断绝关系是为了谁？别人不知道，难道他还不清楚吗？我的手握成拳，手臂颤抖。你无耻！我这几年的感情都为了狗吗？我抑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在心里一遍一遍提醒自己要撑住，不能哭，不能让他们看清自己。可没想到，傅君白的心就像冰一样冷。他说：“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。”他搂住了严韵，吻落在她脸上。我只爱韵韵，所以你要懂事，不要这样纠缠我了。我冷笑，他竟然说我要懂事。当初我要是懂点事，我就不会什么都不顾，跟他在一起。我冷笑，亏你说得出口。我恶狠狠地盯着他们，一个脸上满是喜悦，却还要装作受我惊吓的表情；另一个是连看我都懒得看了。我恨，当初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，非要和傅君白在一起？为什么识人不清，落得现在这样，生活一地鸡毛？我强忍着哭意，颤抖的手拿起那堆文件，想要转身离开，但严韵还是不想放过我。路遥直接在总裁办公室写吧，写完了让君白送你回去。我心头一凉，都已经退到这种地步了，他为什么揪着我不放？我无声地叹了口气，我回家整理，会准时发到邮箱的。我祈求地望着傅君白，希望他能念一些旧情，却不曾想他一味地纵容严韵，丝毫不阻止。我扫视两人，看来是行不通了。我不愿再纠缠，拿起文件就想走。严小姐，在副总办公室整理文件到深夜，恐怕会有绯闻，你也不想看见吧？我出言，想要制止他的想法，可严韵却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和君白都在，我们陪你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严小姐，不要欺人太甚。我现在这样，你大可以想象，以后没有价值的你会如何？他愣在原地，随即看了眼身后的傅君白。傅君白信誓旦旦地说了句：“我会一直爱他。”严韵很惊喜，不顾我在场，立马踮起脚，面容羞涩地亲了傅君白。陷入爱河的严韵压根不会细想我的话，而我只能站在原地。我说不过两个人，走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但我知道傅君白不会如愿让我走的，他会帮着严韵。他知道我的痛处在哪儿，一出口就会戳伤我。你说，万一伯父伯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，他们来了的话？他果然了解我，我听不得别人说我的父母，尤其是傅君白。
可他现在竟然在威胁我。难道他忘记之前我父母对他有多好？要不是他非要创业，我父母也不会不放心，我也不会急得和他们断绝关系。傅君白，别把我父母牵扯进来，我警告你。凭着良好的教养，我攥紧手里的文件，抑制自己砸向不支持的他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毫无顾忌地牵扯出我的父母，而我只能愤怒地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。我闭了闭眼，无奈地说，不就是想要我在这整理吗？我答应你们。我去楼下拿来了电脑，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，一点一点整理文件。傅君白和严韵也是有耐心的很，一会儿亲个嘴，一会儿弄出点声音。几个小时里，两人是不是纠缠在一起？又像突然意识到我还在，不得不在最后一步停住。我就像在动物园里看两只和我犯冲的猴纠纠缠缠。晚上12点，我终于整理完了。揉着酸涩的眼睛，我把文件发到了傅君白的邮箱。可以了吧？我现在能走了。别急呀，坐我们的车，我们送你回去。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幺蛾子，我只能答应。可第二天上班，我接到了父亲久违的电话。看着来电人，我不敢去点开，硬生生地等着他挂断，再响起。接二连三的电话已经让我意识到不对，我避开人，去了厕所。我不确定地开口，爸，找我什么事？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呀，不是断绝关系了。我没吱声，站在原地让他训了我几分钟。听着熟悉的声音，我哭了。不是训人的难过，是思念。爸爸，对不起。我揪着衣角，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只想跟他道歉，减轻内心的愧疚。行了，我问你，在城里是不是受人欺负了？我心里疑惑，他怎么会这么说？斟酌再三，我还是问了一嘴，爸，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傅君白那小子。爸爸跟我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果然，傅君白和严韵不安好心，昨天拍了我的照片发给了爸爸，还颠倒黑白，乱说了一通。我的心对他彻底失望，他终究是波及到了我的父母，这点我无法原谅。我拿起手机就往总裁办公室走去，巧的是，严韵又待在里面。我心下萌生出一个念头，径直往严韵身边走去。想来严小姐还没看过我和傅总的聊天记录吧？要不要我给你欣赏欣赏？听到我说这话，傅君白心虚了。倒也是，他这种人，想来也是看中了严韵的价值，怎么会给严大小姐找不痛快呢？我还没拿出手机，傅君白立马慌乱地制止了我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他企图抢了我的手机，删去原件。我并不会如他的意，傅总不必紧张，手机里的我早已备份，你抢了手机也没用。我扑哧一笑，看了他狼狈的样子，继续说着，严小姐是不是很好奇？他肯定没给你看过吧？只要你点头，我立马给你看。可惜话还没说完，严韵就被傅君白打晕了。我讽刺地笑道，怎么舍不得让你情人受伤？傅君白皱眉，把严韵抱到沙发上躺着，才起身跟我说话。白路遥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分寸的人。分寸？但凡你没波及到我父母，我的分寸就还在。不想给他看，可以呀，想想解决办法，并且向我父母解释这一切。我嘴角含笑，静静地等他回应。成交，我希望你懂事一点，不要反悔。放心，我现在非常懂事。我冷冷看了眼现场，收了手机下了楼。一瞬间，强烈的胜利感包裹着我。我变了，不是之前那样的胆小懦弱。
我下了电梯，回到自己的工位。手机里是姚总监发来的关心信息，今天的身体怎么样？我勉强笑了笑，回他，挺好的，谢谢您关心。我想，在公司也就这点温暖了吧。放下手机，我静静地坐在工位上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。我看了眼周围的人，都在忙自己的事，都在为自己奋斗，真好啊，好歹人生有个目标。不想自己努力了3年，到头来一场空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也会迎来胜利的曙光。我理了理衣服，整理好心情，准备工作。手机提示音却响了，是傅君白。他说明天老地方见一面。我上下滑动聊天界面，顿时觉得非常可笑。这是数月以来傅君白第一次主动给我发信息，他是急了，生怕我对他造成不利的影响。我嘲笑自己的识人不清，戏谑地回他，不怕严韵知道。他罕见地秒回他明天会有事。隔天来公司，严韵果然不在，看来他是用了点手段的。我收拾好东西，打车去了曾经经常光顾的火锅店。热情的老板一眼就认出了我，笑着和我打招呼：“小姑娘，有一段时间没来了，今天怎么没和男朋友一起呀？”我站在原地回答他：“我们分手了。”老板秒懂，也不问什么，立马给了菜单。锅底还是老样子，鸳鸯锅。交了菜单，我坐在位置上。半个小时后，傅君白戴着口罩出现了。他皱眉，看了眼周遭嘈杂的环境，不满地看着我说：“怎么不在包厢里？”我喝了口手里的汽水，明知故问，以前也没待过包厢啊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叫了老板要换包厢。他现在有钱了，自然什么都可以做。没过多久，位置就换了。说起来，我还从来没有在这种包厢里吃过火锅呢。人有了钱，果然都会选择好的。我加了一片毛肚，涮了后开吃，也不问他找自己的原因。反正有人请客，不吃白不吃。倒是傅君白，自从坐下来就左看右看，确认了周围没有人，才警惕地摘下口罩。他递过来一张银行卡，这里面有500万，拿了钱就把记录删了，以后各自安好。我夹菜的动作顿了顿，只觉得眼前人越来越陌生，好像从来就没认识过。现在的他也会用钱砸人了。我记得他以前最痛恨这种方式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这句话说的真有道理。我放下筷子，拿起银行卡斟酌半天，不开口，反而一直摇头。傅君白快要没耐心了，他以为我这是不同意，还想要纠缠他。他想错了。我笑着把银行卡推到他身边，看着财神爷说道：“再给我翻1倍，我要1000万。陪了他3年，给1000万也不过分吧？”我静静地等着他，心里也不着急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的，他不会容忍我这个不利因素。果然，在我吃了半饱之后，他同意了。好，我一会儿回公司给你写支票。我也很爽快，行，我拿了钱，自会删除并主动离职。他点了头，没在火锅店多待，就匆匆离去。看来这订婚的日子也不是好受的呀。不去想那么多，我眼睛发亮地盯着鸳鸯锅，心里十分高兴。还好他今天没吃，不然还要换锅底，这多麻烦呀。我快快乐乐地拿起筷子，胡吃海喝，吃到肚子撑了，瘫在椅子上。我吃力地呼吸着，但脑子里却很快乐，是这几个月以来最快乐的一天。我又拿起手机，翻看曾经的记录。这次我好像变成了旁观者，内心没有丝毫的起伏。
吃饱喝足，我回了公司，拿到了钱，删了记录。离开公司的时候，我碰到了严韵。她化了淡妆，气色红润，那神情像极了之前刚谈恋爱的我。我想，她大概是被哄好了。她很惊讶，没想到我主动离职了。路遥，真可惜呢，以后见不到你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和君白结婚，我会邀请你的。我释怀地笑了笑，我到时候就不去了，就先祝你们新婚快乐。严韵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一拳打在棉花上，还真不好受。她的表情有些古怪，但我不愿再去多想。我搬着所有的家当，坐上滴滴车离开了。没过几天，我退了城里的房租，回了家。推开家里的门，我终于见到了3年未见的父母。他们都老了，眼角长出细细的皱纹，也冒出了许多根白发。自从那通电话后，我和父母的联系越来越频繁。正好辞职了，回家是最好的选择。那一天，我抱着他们，在他们怀里痛哭。那架势是要把这3年的委屈通通哭尽。他们有默契的什么也不问，只是抱着我，哄着我。我想，只有父母才会这样纵容我了。我抹了眼泪，在家里安安稳稳地休息数十天后报了旅游团。我准备带着退休的父母去旅游，去散心。我跟他们说，老爸老妈，你女儿在城里赚了大钱，这辈子都够用了，不用担心。他们会笑着说我乱用钱，然后贴心地帮我准备好衣物，陪着我一起去旅游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死心眼，非要跟傅君白走？不过我已经释怀了，因为以后有爱自己的父母在身边。我们去了好多地方，吃了好多美食，把我以前想去的地方全逛了一遍，甚至还去了深山老林，见识了很多新奇的玩意儿。我已经发展了一个副业，拍 vlog 的博主。每次在旅游时，拍个简短的不露脸的小视频发到网上，目前已经有10几万的粉丝了。闲了就接个广告，累了就休整几天再重新出发。我再次感慨，现在的生活可真好。再次回到家，已经是1年后了。我打开了之前的手机，发现严韵和傅君白已经结完婚了。好多同事在当天发信息问我去哪儿了，怎么没来参加婚礼？我一一回复了他们。我又特意回了姚总监，让他不要担心，顺便还发了许多旅游的照片给他，把他乐坏了，说是退休了也要跟我去旅游。没说一会儿，就说到傅君白和严韵身上。姚总监说，前几天傅君白和严韵离婚了。消息被压得死死的，就连姚总监都是听公司高层透露的。我想，大概是严家已经被吞并，严韵没有利用价值了吧。但傅君白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前几天出了车祸，下身瘫痪，再有钱也治不好了。有那么多钱，后半辈子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，这日子可真不是人能忍受的。我滑动着界面，看到昨天傅君白发来的信息：路遥，我想你了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我的手顿住几秒，回了他：你说过的，我要懂事。我现在学会懂事了，就像现在，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爸爸妈妈面前，陪他们看电视，给他们做饭。对了，我现在甚至有了开店的主意。我决定去开一家花店，天天见到那么有生命力的花，自己的心情都会变好的。我的花店开业了，不少老朋友在当天来给我捧场。晚上的时候，傅君白也来了。我站在收银台前，看着被人推进来的傅君白，一下子没认出来。一场车祸夺走了他一半的生命力。
毛毯盖住了他的双腿，只剩瘦弱的上半身，整个人看起来轻飘飘的。他眼含热泪，在保镖的护送下来到我身边。路遥，我后悔了，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？他颤抖地伸出手，想让我握住，可我不愿。这位先生，你要买花吗？小店今天新开业，打8折哦。他身体明显僵住，神情恍惚。路遥，求你了，这次我一定好好对你。我没理他，转头去侍弄花花草草。他急了，双手撑在扶手上，想要站起身，可终究是狼狈地摔在了地上。保镖一次次地将他扶起，他再一次次地倒地。听着声响，我叹了口气，自顾自地拿起一旁的忘忧草，包成了花束。忘忧草免费送你了，希望你忘却忧愁，也忘却我们曾经的感情。这就是我的答案。我定睛望着他那双眼睛，那双曾经饱含了利益的眼，现如今好像因为病痛的摧残，变得老态了几分。我朝他笑了笑，在他期待的眼神中，我说：就到这里吧，我们都应该拥有美好的未来，不是吗？我推着他的轮椅转了向，示意他的保镖把他带走。他很不愿意，但现如今他也不是以前那个傅君白了。从那天后，傅君白也接连来过几次，可能是我的态度太坚决，又或是出于其他原因，坚持了半个月的他，后来终究是没来过。我一如平常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，自己开着花店，没事去旅游，也一直陪在父母身边。直到5年后，我再一次听到了傅君白的消息，他们说他患了抑郁症，在家里自杀了。他的葬礼我没去，也没必要去。他那么骄傲的人，双腿瘫痪，时间久了必定是受不了的。但我已经和他毫无瓜葛了，那就祝福他下辈子做一个善良的人吧，有爱他的父母和爱人。故事完。